苏烈的作战能力有多强？200士兵干翻突厥，1万兵马大败10万大军，1天之内急行300余里，一生3建奇功，3次生擒国王，更是犯海远征，灭国百济，为大唐王朝开疆扩土，立下不世之功。苏定方本名苏烈，河北冀州人，22岁左右就已拥有非常丰富的军事经验，在隋末大乱之时，为隋朝的州郡讨伐贼寇。史书记载他骁勇多力，胆气超群，曾经大破清河叛军并斩其首领。后来在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中，投靠于河北义军窦建德帐下。窦建德败亡之后，又追随刘黑塔反唐。我们知道，唐朝最终平定了各方割据势力，苏定方最后也是投靠了唐朝。但是他在投唐之初，李世民对他并不待见，因为李世民戎马北方战无不胜，却在攻打刘黑塔时没能取得彻底胜利。而史书记载，苏定方在跟随刘黑塔期间多建战功，最后还是李建成将刘黑塔斩杀。而苏定方虽然投靠了唐朝，却站错做队伍，选择了李世民的最大政敌李建成。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，苏定方仅仅是个折冲府都尉，一个管理800府兵的基层武装单位。好在李靖的眼光独到，这才没有埋没苏定方的军事才华。贞观4年，李世民决定征讨东突厥的颉利可汗，主帅李靖制定了轻骑突击的进攻策略，坚决委任38岁的苏定方为前锋，带领200精骑突击敌营。虽然苏定方的人马很少，但是当时正值夜间又有大雾，苏定方于是利用夜色和雾气的掩护，秘密行进。而当东突厥发现之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无法看清唐军的具体兵力而陷入恐慌，结果在苏定方的突袭之下混乱不堪。打斗中，苏定方隐约看见了颉利可汗的牙帐，于是纵马奔向牙帐并斩杀100人。颉利可汗见状，只能弃兵逃走。等到李靖大军赶来之时，东突厥已经溃不成军，唐军最终斩首敌军1万余人，俘获男女共有10万之多，牛羊杂畜多达数十万。颉利可汗最终也在逃跑的途中被俘。苏定方虽然因功被封为中郎将，但在此后的20年里却从未升迁，具体原因没有记载。直到25年后，跟随程咬金攻打西突厥的战役才是他的成名之战。永徽6年，唐高宗派遣程咬金征讨西突厥，63岁的苏定方作为前军总管，率领500骑兵在前方侦察前行，却突然发现山后另一侧的主力方向尘土飞扬。苏定方通过多年的军事经验，判断主力部队必有大事发生，于是迅速带领500人马冲上山坡。果不其然，西突厥足有4万骑兵正在围攻主力部队。苏定方立刻进入战斗状态，决定趁着敌军注意力集中在主力部队之际，借助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冲击敌军。于是率军冲下山坡，直插敌阵。突厥对于突然出现的唐军毫无防备，结果瞬间崩盘，被唐军追杀了20多里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如果没有苏定方的出现，唐军的损失将会非常惨重。这就体现了苏定方机敏果断的优秀品质。但是有个害群之马，导致唐军最终无功而返，此人便是程咬金的副将王文度。当时苏定方认为应该趁势追击，将西突厥一网打尽，但是王文度却妒忌苏定方的功劳，撺掇主帅原地休整，等待突厥的再次来袭。程咬金听取了王文度的建议，结果导致粮草消耗过于严重，不仅士兵失去了战斗意志，就连战马也是饿死过半。可即使这样，程咬金也依然没有听从苏定方的再三劝战，唐军最终只能无功而返。王文度在回朝的途中，甚至不忘抢掠胡人的财产，苏定方则是洁身自好，分文不取。回朝后，由于王文度的一系列举动，不仅导致唐军失去了有力战机，还严重损害了唐军的声誉。王文度和程咬金等人因此被高宗治罪，只有苏定方的表现受到了广泛赞誉。苏定方的一生有3个传奇战功，而且3场战役均以生擒对方的国王结束。第一功是征讨西突厥，并生擒了阿史那赫鲁。李世民驾崩之后，原本归附于唐朝的阿史那赫鲁泛起不臣之心，并且联合其他部落对抗唐朝，严重威胁了丝绸之路。唐高宗便多次派兵讨伐，
而在上一场的窝囊战役之后，苏定方则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，继续征讨西突厥。此战双方的兵力规模非常悬殊，西突厥有众多部落联合多达10万兵马，而唐军加上回纥兵却仅只有1万多人。赫鲁因此欣喜若狂，以为胜券在握，但他忽略了唐军强大的战斗力以及苏定方的指挥才能。当时苏定方将步兵布置在平原之上，以抵挡突厥骑兵的冲击，自己则率领骑兵埋伏于地势较高的坡地，只要步兵能够挡住对方的骑兵，此战就有胜算的可能。而且苏定方的信心十分充足，首先他们配备精良的作战兵器，比如强弓劲弩这样的远程武器，以及专砍马腿的陌刀。其次，苏定方在作战之前就进行了非常严密的阵型演练，要求士兵手持长矛面向四方，因为马匹面对尖刺必然躲避，这样就能减小战马的冲击力。其三，这些拥有多年作战经验的唐军具备强大的作战意志，面对万马奔腾的震撼冲击，可以做到万众如一。苏定方因此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势，迎战敌军。结果西突厥的3次冲击均被打退，士气严重受挫。苏定方则是瞅准时机，席卷而下，西突厥在瞬间阵亡好几万人。之后，苏定方又在追击赫鲁的几次大战当中连战连捷，最终将其生擒，使得唐朝的疆域扩至现今的咸海。苏定方因功受封左小卫大将军。苏定方的第2大功，开拓西域。阿史那赫鲁虽然失败，但是西突厥并未灭亡，西突厥的都曼便在西域再次叛乱。苏定方则是返回西域，率领1万士兵和3000战马，以1日1夜行军300里的速度突袭对方。此战的关键就是急行军。如果依靠马匹这样的行军速度并不稀奇，但是苏定方仅有3000战马，剩余还有7000步兵，能在1天之内抵达敌营，也在军事史上堪称奇迹。而且唐军毫无休整，刚到地方就对都曼发起突袭，结果都曼仓促迎战，遭遇大败，随后退至城内据守。苏定方则是打起了心理战，故意在都曼的眼皮底下制作攻城器械。都曼最终无法承受心理压力，开城投降。苏定方第2次生擒敌方国宝，而且此战还是唐朝稳定西域的重要一战。第3功是苏定方犯海远征，夷平百济。百济是古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，唐朝时倚仗高句丽的支持数犯新罗辛，新罗王便向唐朝求救。苏定方由西域返回之后，便立刻受命率领10万水陆大军讨伐百济。苏定方登陆百济之后，双方立刻展开激烈战斗，而正当百济军队还在挣扎之时，海面之上扬帆盖海，向许绪而至。意思是说，唐军的援军不断到来，船帆几乎盖住了整个海面，百济随即撤军。恰好当时海水涨潮，唐军于是水陆并进，百济只能倾出全国之力抵抗，结果又被苏定方打败，斩首万级。百济最终开城投降。苏定方随后将逃走的百济王抓获，凯旋回朝。这是苏定方第3次生擒敌方国王，而此时的苏定方已有68岁。